211毕业后，我果断放弃了留在一线城市深造的机会，毅然决然的回村带着乡亲搞装修赚钱。结果工程款到手后，我反倒成了全村罪人。40万工程，我只留2万打点人情，他们却说我中饱私囊，抱团逼我分钱单干。听到他们说的话，我当场气笑。所有的项目都是我用自己的人脉找来的，要不是为了帮乡亲们脱贫，我怎么可能出钱出人出力？一个项目才拿2万，看着叫嚣着分钱单干的乡亲们，我点头同意。行啊，单干就单干，正好隔壁村的人还求着我带呢。这天一大早，我刚到工地准备开工，却发现整个工地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愣在原地，刚掏出手机准备摇人，村里一个毛孩子突然火急火燎地跑过来：“瑞哥，村里人喊你去趟干部会议室。”我一头雾水，这大白天的活都不干了，难不成村里那破小学又要翻修？可上次明明说好等再结几个工程款，我手里宽裕点再掏钱修。我心里犯嘀咕，但还是掉头往村里赶。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我跑得满头大汗，推开会议室的门，迎面撞上的全是村民们像防贼一样的眼神。我挤到发小陈祥瑞跟前：“祥子，到底出啥事了？你们一个个的放着活不干，跑这儿聚餐呢？”陈祥瑞斜眼瞥了我一下，重重哼了一声，直接把头扭过去。这时坐在不远处的村官郑书宇笑面虎一样站起身：“蒋总，别怪祥瑞，他就这臭脾气，正生你气呢。”我彻底蒙圈，盯着闷葫芦一样的陈祥瑞，到底吃错什么药了？身后一个工人突然发飙，哐当把安全帽砸我脚边：“还有2万，江毅，你吃回扣，把我们的血汗钱吐出来！”老子什么时候吃回扣了？谁在背后嚼舌根？郑书宇在旁边阴阳怪气的冷笑：“江总，这可不是冤枉你，我最近去工地摸了底，还专门打电话问了老板，人家老板明明白白给了40万，建材30万，大家伙工资8万，剩下那2万不是进了你的腰包是什么？乡亲们拼死拼活干活，他江毅天天吃喝玩乐，就摸走2万，那可是大伙的血汗钱啊！一个项目捞2万，几个项目下来，他躺着就成大老板了。江毅，你吃大伙的人血馒头，心里踏实吗？”郑书宇这几下猛药，直接把村民的情绪点炸，指着我的鼻子一顿狂喷。看着躲在前面装好人的郑书宇，我脑子轰的一下全明白了，这孙子就是冲我来的。村里人没读过几年书，跟我同岁的基本混完高中就回村种地了，考不上是一回事，考上了家里也嫌学费太贵，直接断了念想。全村也就我爸铁了心，砸锅卖铁把我送进大学。虽说不是清北，好歹也是个正儿八经的重点大学。当初我回村，大家看我跟看大熊猫一样稀罕，特别是一听我要带大伙赚钱，裤腰带一紧全跟着我干了。毕竟那时候村里就我一根独苗大学生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个郑书宇，这小子刚分到我们村，混了个小村官当当。前几天他还虚心请教，说想摸摸工程的门道，见见世面。江哥，带兄弟开开眼呗，我打算干2年也下海，家里逼我当官，我实在待不住。我寻思都是同龄人没防备，直接带他去见了发包大老板，掏心掏肺把工程底细全都给他，还带去现场手把手教了一遍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他这哪是想以后转行，他这是要直接端我的饭碗。我承认干包工头确实比他那点死工资肥多了，可老子兜里的钱全是用命拼回来的，满大街的工程队抢肥肉，凭啥就落我嘴里？那是我天天装孙子拉关系垫钱干出来的，拿这2万块辛苦费，老子挺直腰板问心无愧。我压着火死死盯着旁边装死的陈祥瑞：“祥子，你也觉得我黑了大伙的钱？”陈祥瑞猛翻了个白眼：“不然呢？亏我拿你当亲兄弟，你就这么背地里捅刀子？今天把话撂这，你不把脏钱吐干净，这活全他妈停了！”我彻底气笑，一把从包里抽出合同砸过去：“别人瞎起哄，你心里也没数吗？老子每次装孙子请客送礼，你哪次没蹭吃蹭喝？我求爷爷告奶奶拉项目，你瞎了看不见？请客送礼不花钱，垫付材料费大风刮来的，更别说老子逢年过节还给你们发奖金。老子拼死拼活抢来活，拿个2万块差价很多吗？”这话一扔出来，全场瞬间哑火。几个岁数大点的偷偷扯了扯陈祥瑞的袖子：“祥子，还有这出戏，你怎么从没跟大伙提过？这接个活还得搭这么多本钱，我还寻思随便张张嘴就能干呢。”我一脚勾过板凳坐下，冷眼盯着陈祥瑞。别人没见过世面，跟着瞎闹，我认了。可他陈祥瑞算哪根葱？我账面上走的每一分钱花在哪儿，他眼睛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一下真把我的心给扎透了。打从开始拉队伍，钱我从没差过他半分。别人拿300一天，我直接给他开500；别人涨到500，我给他开800的私价。每次发奖金，他那份全场最后，就差把他当祖宗供着了。这头喂不熟的白眼狼还不满足：“你凭什么说自己没错？”我猛地抬头盯住旁边突然狗急跳墙的郑书宇，他一把护在陈祥瑞身前：“江毅，少在这胡搅蛮缠，你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就该无私奉献，让大伙挣钱，带大伙发财是你的义务，那2万块就是大家的血汗钱，你凭什么独吞？再说拉个项目算什么难事，都是你吃回扣的遮羞布，随便换条狗都能干，别把自己当根葱。
郑书宇这通强盗逻辑，直接给大伙儿喂了定心丸。陈祥瑞瞬间找回底气，跳着脚冲我乱吠。郑书记说的对，你就是心虚，拿项目有啥难的？你拿着钱花天酒地，还跑我面前显摆，让村里长辈给你卖苦力，我他妈早看你不爽了，赶紧把吞进去的钱吐出来，不然今天集体罢工！话音刚落，背后那一票人全跟着举手喊罢工。我冷着脸扫视这群人，心拔凉拔凉的，狗屁的没良心，全是钱闹的。哪怕老子今天只拿了200块跑腿费，他们也会觉得我游手好闲，抢了他们的血汗钱，照样得把我掀了。可这群瞎子全忘了，要不是老子拉扯，他们现在还得靠挑2筐破菜去镇上换毛票过日子。忘了1天3顿全是我爸妈在灶台前给他们包圆了，忘了是我手把手教他们看图纸，带着大伙儿同吃同住，吃亏受累。就因为别人随便煽风点火，我直接成了敲骨吸髓的白眼狼。行，闹罢工是吧？那全他妈别干了！想单干趁早滚蛋！我这破庙供不起你们这些真神，工钱天天结，今天没干活，1毛都别想要。以前的项目差价全给你们清算退回去，1分不少砸你们脸上。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爱死哪死哪去！我算是彻底看透了，这帮货全都是喂不熟的野狗，要是不趁着今天断得干干净净，以后绝对得趴我身上吸干最后一滴血。一帮人听说要退钱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，可没过3秒，就有人回过味来嘀咕：咱们单干去哪儿找大老板拉活啊？万一下一个坑，还不如现在这待遇咋整？刚热乎的人群瞬间凉透慌作一团，有人悄悄怼了怼陈祥瑞：祥子，你成天贴着江毅混，换你上，你也能扯来项目吧？陈祥瑞直接懵逼，支支吾吾半天放不出一个屁。我站在旁边冷哼一声，他能干个屁！老子本来存心栽培他，到哪儿都当个宝一样带着，结果这货一上桌，不是抱着手机傻笑，就是埋头猛吃。我苦口婆心劝他多学点套路，好独当一面，结果人家怎么装大爷的？怕啥？不是还有你顶着吗？你干完，我跟着捡现成多美！他脑子里装的全是豆腐渣，现在指望他挑大梁带大伙发财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借这块烫手的山芋。这时，郑书宇昂着头站了出来：我来。乡亲们不用担心，刚才我也说了，接项目没那么难，换谁都干得下来。他江毅是大学生，我不也是大学生吗？更何况我是村干部，随便就能接到活，我保证绝对不贪大家1分钱，肯定带着乡亲们脱贫致富。郑书宇这番话斗志昂扬，惹得所有人疯狂鼓掌，围着他不停夸赞。我冷着脸一声不吭，他以为自己当个村官能干点啥，靠刷个脸就能拿到项目吗？想取代我，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。反正隔壁村的人还求着我带他们干活呢，我懒得废话，赶紧算好账把钱退了，直接开车赶往邻村。我找到邻村村长说明来意，村长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连连道谢，立刻把村里人全组织起来。太好了，小江，你这是给村里年轻人找了条出路，全村都感谢你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有了前车之鉴，这次我直接把话挑明，项目做了一半，整个项目40万，建材花30万，有4万工钱已经给前头工人结了，剩下4万多是你们的，按日结，还有2万是我的工钱。以后每接一个项目，我都拿2万当工资，你们的工钱看活大小，小活1天300，大活1天500，要有结余，我就当奖金发给你们，包吃包住，谁有意见？人群听完开始交头接耳，叽叽喳喳讨论了半天，接着带头的男人站了出来：不行啊，老乡，俺们只出把力气，活可是你找来的，力气不值几个钱，没你俺们连活都没，你咋才拿2万啊？我愣住了，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。见我不吭声，带头的继续开口：俺弟在外地当过兵，讲过外头啥情况，俺们觉得你应该跟外面一样，工资跟着活变，俺们不贪心，有活干有钱赚就行。老板你吃肉，俺们喝汤。邻村杨村长也跟着连连点头：是啊，江老板，别说2万，就是5万，那也是你该拿的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给俺们这机会，大家已经很感激了。我攥紧拳头，声音颤抖着看向带头大哥：你叫啥？报告江老板，俺叫杨大牛，28岁，弟弟叫杨卓刚，退伍下午到家，到时俺们兄弟俩跟着你干，绝无二心。我笑着拍了拍杨大牛的肩膀：别这么客气，以后叫哥就行。你们今天先休整，明天正式开工，别怕干不好，我手把手教。谈妥后，我立马开车回家。路过工地，偶然瞥见一群人戴着安全帽站在那儿，我赶紧掉头开进工地。还没下车，就看见郑书宇带头站在我的地盘上，挥手呐喊：加油加把劲，赶紧干完，我去找郭老板结尾款。我气笑了，直接摔门下车。你们在干嘛？带头的陈祥瑞抬头看见是我，不以为然的冷哼一声：干嘛？看不懂吗？也对，你天天吃喝玩乐，哪懂我们怎么干活的？听完这话，我一脚踹在陈祥瑞身上：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我刚才说的话拿了钱就忘了是吧？拿钱就滚蛋，这是老子的项目，不用你们了，凭什么私自接活？其他人赶紧扶起陈祥瑞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你个白眼狼，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手？呸！我看他就是欠揍，活都转给小郑了。
我们现在是郑老板的人，干这活有啥错？我盯着郑书宇，气急反笑。郑书宇，你就是这么骗人的？我怎么没听说项目转你了？郑书宇脸色难看，恼羞成怒，梗着脖子还嘴。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关我屁事！反正我已经联系郭老板了，人家答应把活给我。早就说过这活谁干都行，你摆啥谱？我冷着脸掏出手机，点出郭明的号码。来，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给郭明打电话，问清楚他有没有把活交给你。这点我绝对自信，我跟郭明铁哥们，他绝不可能一声不吭把项目给别人。郑书宇没接手机，死死杵在原地。我继续施压，打？怎么不敢打？怕被拆穿吗？众人看郑书宇这反应，瞬间全明白了。小郑，你不是说跟大老板谈妥了吗？这啥情况？对呀，别让咱们白干，那一天好几百呢。郑书宇满脸尴尬，支支吾吾开始辩解。我真给郭老板打过电话了，不过他没接。我发了消息，他肯定同意。我大小是个干部，比起江毅，郭老板肯定选我，对吧？对个屁！我直接拨通郭明电话，开着免提，把今天的事全兜出来。郭明当场否认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先不说活一开始就是给江哥你的，就冲咱俩这关系，项目咋可能给别人？谁在外面放屁，让他给老子滚蛋！这话狠狠扇了郑书宇一耳光，亏他还是个大学生，跑来当村官，连啥该干啥不该干都分不清，纯粹是被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。我懒得多费口舌，安全帽制服全给我脱下来还我，这是老子花钱买的，现在你们不是我的人，东西全还我！陈祥瑞一听直接炸毛。江毅，你至于吗？不就个破安全帽工作服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至于算这么轻吗？我冷着脸盯住他，一字一顿。至于？你们为了那2万块跟我闹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至于不？你们都不顾情分干出这种事，凭什么要我顾及旧情？自己造的孽自己扛，凭什么跑来道德绑架我？老子活该欠你们的！拿着比别人高的工钱，拿比别人多的奖金，凭啥跟我瞎逼逼？滚！都给我滚！我二话不说把这帮人全轰走，满脸鄙夷的扫向缩着脖子的郑书宇。郑大领导，你不是觉得自个儿牛逼，能随便顶替我吗？有种你自己接项目去，抢工人还想抢项目？除了抢你还会干啥？土匪投胎的吧？郑书宇憋红了脸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江毅，你别高兴太早。轰走这帮瘟神后，我赶紧给杨村长打电话，找个人来工地值夜班，给双倍工资。忙完折腾到家，天都黑透了。刚进屋，我爸就板着脸盘问：江毅，听说你拉着老乡干活，结果自己吃回扣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兜底。村里就这德行，屁大点事转眼就人尽皆知，更别提今天在村委会闹出这么大动静。要不是村支书那帮领导全出去开会，铁定得被拽过去开大会批斗。不过我问心无愧，随便他们怎么嚼舌根，钱都退干净了，他们最多在背后骂我翻脸不认人，骂我无所谓，就怕这帮人把邪火撒在我爸妈身上。老两口在村里窝了一辈子，跟这帮人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要是因为我受排挤，我心里也怪难受的。正琢磨着怎么劝老爷子看开点，我爸气得一拳猛砸在桌上。这群傻逼，要不是咱家有你江毅帮衬着，他们哪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？现在吃饱穿暖了，就放下碗骂娘，他奶奶的，老子非得去找他们算账。我松了口气，赶紧死死拉住老爷子。算了吧，没必要跟这帮人掰扯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都是他们自找的。为了点小利直接翻脸罢工，这种人以后倒贴我都不要，咱干咱的，让他们满嘴喷粪去吧。你们二老别往心里去就行。劝好爸妈，第二天我就去隔壁村接人下工地，我挨个发工作服和安全帽。安全帽必须戴好，都是为了大伙儿安全。高空作业千万别解安全绳，累了就赶紧说停下来歇歇，别硬撑，知道吗？交代完规矩，我就带人开工。一上午很快过去，爸妈准时开货车来送午饭，3菜1汤1荤2素，还是以前的老标准。饭刚分完，杨卓一路小跑过来：江哥，这些饭菜都是叔叔阿姨自己做的吗？买菜买肉的钱算进花销没？我愣了一下，以为他怕从工钱里扣饭钱，赶紧摆手解释：不，这个不算，你们工钱该多少是多少，说了包吃包住，肯定不扣你们钱。杨卓一听，立马急了：江哥，你这样可不行，你给的工钱够高了，吃饭再让你们家白搭，我们得遭雷劈啊！我愣在原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大学毕业我就想帮村里人致富，吃饭这点开销我根本没想计较。我也跟爸妈说了，都是乡亲，咱们自己苦点没事，带大伙儿脱贫才是正事。可就因为是乡亲，他们反而觉得我付出都是理所应当，在外人眼里我就是个冤大头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还是摇了摇头，没事，一顿饭钱花不了多少，这活本来就小，你们又是半路接的，没多少工资，先保你们赚到钱再说，等下次接个大工程，咱们一起赚大钱。杨卓看我这么犟，也没再多劝。可第二天大清早，隔壁村的妇女大爷就拎着鸡鸭鹅拿着菜堵了我家门口。杨卓笑着把一只鸡塞进我怀里：江哥，你是个好老板，我们也不能总占便宜。昨晚我回村商量了一下，叫上家属，一家凑点肉菜，帮叔叔阿姨打下手做饭，这你可不能再拒了。
以后还得指望你带我们接大活，工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叔叔阿姨年纪大了，多几个人帮忙也方便。我压住心里那阵酸楚，笑着点了点头。这动静闹得不小，直接把我们同村的人招来了。没一会儿，陈祥瑞和郑书宇就带着一帮人跑到我家门口，探头探脑。郑书宇盯着那堆鸡鸭鹅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就知道忽悠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吃村里人回扣就算了，现在更过分，还要人送礼，读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。他身后那帮人也跟着瞎起哄，都在庆幸早就跟我划清界限。隔壁村一个大婶听不下去，拎起手里的大鹅，直接砸郑书宇身上。嘿，真是活见鬼！你一个大老爷们嘴怎么比老娘们还碎？我们这是知恩图报，主动拿自家的鸡鸭给姜老板，怎么就成人家索贿了？我们村的人可不像你们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不知好歹。被一群老娘们指着鼻子骂，这群大老爷们脸皮再厚也挂不住，嘀咕了几句就散了。原地只剩郑书宇和陈祥瑞。我看陈祥瑞憋了一肚子话又不敢放的怂样，实在想笑。从小光屁股长大，他撅个腚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，仗着是发小，笃定我不会跟他翻脸，觉得分了我的钱还能厚着脸皮跟我混。可一看我昨天的硬气态度，这孙子开始慌了。他忘了自己放过的狠话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发小又能咋样？为了几块钱就昧着良心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就算脑子进水也不能再拿他当兄弟。我懒得搭理这俩货，直接喊爸妈出来接东西。陈祥瑞看我把他当空气，彻底明白了我的态度，气得猛踢路边石子，哼了一声扭头就走。剩下郑书宇一个人杵在那儿，我看他死赖着不走，觉得滑稽。郑大领导，不赶紧去拉项目找活干，赖在我家干嘛呢？你月月有固定工资发，乡亲们有吗？他们跟你不一样，晚一天没活干就少赚几百块，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郑书宇气得脸脖子粗，扯着嗓子嚎：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要把你踩在脚下。没过几天，郭明就给我打来电话，说郑书宇跑他那化园要项目去了。郭明是我大学同学，当初也是我生拉硬拽把他忽悠回家乡做工程。他有本钱，我有脑子，老同学知根知底，合作起来不用防贼。郭明手里的活基本全包给我干。我真纳闷，郑书宇哪来的脸？以为靠2片嘴唇一碰就能空手套白狼？你自己看着办，别耽误我工地进度。我交代完郭明就挂断电话，接着忙活。郭明也不傻，肯定没把活漏给郑书宇。大半个月过去，我手头的工程顺利完工，验收一过郭明立马结了尾款，他顺嘴给我塞了个大瓜。郑书宇这阵子到处装孙子，磕头作揖也没拉到一个活，手底下那帮人大半个月没进账，彻底炸锅了，天天堵着郑书宇骂娘。我倒觉得一点不稀奇，村里这帮人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有奶就是娘，断了粮当场翻脸不认人。当初我带他们找活干，他们确实真心感激，可人就怕攀比嫉妒心一上来，见不得你过得比他好，一旦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看我这个带头的就不顺眼了。我摆了摆手，跟郭明聊起别的，这帮烂人死活跟我1毛钱关系没有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没往心里去，跟着郭明去镇上嗨了一圈。第二天我刚到家没一会，郑书宇就领着一帮刁民杀到我家，拎着榔头铁锹，进门二话不说就开始砸场子。我爸妈吓懵了，赶紧冲上去拦。你们发什么疯？赶紧把手撒开！陈祥瑞一把推倒我妈，死死薅住我衣领。发什么疯？江毅，你自己干的好事你不清楚吗？要不是你放狠话，让承包商断我们的活，我们能大半个月喝西北风吗？本来以为你就是出去读个大学被带坏了，根还不算烂，没成想你坏到骨子里了，我真是瞎了眼。我死盯着缩在后头的郑书宇，气得一把甩开陈祥瑞，步步逼近。又是你在背后嚼舌根是不是？自己废物拉不到活，怂恿他们来砸我家算什么本事？郑书宇脖子一梗，满脸写着不要脸。难道不是吗？要不是你在背后使阴招，就凭我堂堂村干部，怎么可能连个小活都接不到？就是你害得大家断了财路，他们气不过砸你家教训教训你，有错吗？江毅，我把话放着，今天这事全怪你，不把这半个月的损失赔了，谁也别想停。砸烂你家，你也是活该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脑子里那根弦彻底崩断，抡起拳头直接砸在郑书宇脸上，一帮人瞬间炸窝，现场乱作一团。最后还是我爸报了警，警察赶到才把人强行拉开。郑书宇一见警察，立马恶人先告状。警察同志，是他先打人的。我狠狠呸了一口，抹掉嘴角的血印子。没错，是我先动的手。怎么着？你怎么不敢交代你们聚众砸我家的事？警察扫了一圈满地狼藉，直接把所有人通通带回派出所。查清来龙去脉后，警察把郑书宇这帮人劈头盖脸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别说赔他们误工费了，现场参与打砸的必须全额赔偿我家损失。一听要掏钱，这帮人又舔着脸开始扯乡亲情分。我爸抢在我前头，死死咬住不放。少扯这些没用的，我家鸡鸭全下病了，家具全砸烂了，凭你们几句软话就算了，必须赔钱，差1分都不行。一帮人彻底傻眼，
只能咬碎牙往肚里咽，乖乖自掏腰包赔了钱。一家3口刚踏进家门，我爸就叹气说要搬家。我明白，他是对这帮村民彻底寒心了。我一口应下，今天脸皮彻底撕破，以后肯定没法做邻居，天天防着他们使绊子下黑手，不如早点搬走落个清净。一家人商量妥当，直接搬到了镇上。歇了一阵子，我手里又接了个新活，带着杨卓他们直奔工地。没过几天，竟然在工地附近迎头撞上郑书宇这帮人。陈祥瑞连安全帽都不戴，就这么挂在脚手架上干活。我冷眼瞟了一下，一脚油门开走了。他们干的那个工程之前也找过我，被我一口回绝了，那根本就是个天坑。中标的皮包公司能不能掏出尾款都悬，凡是在工地混过几天的，谁沾谁倒霉。但我半个字都不会提醒郑书宇，自己选的死路跪着也得走完。我埋头干活，根本没搭理郑书宇那边的工程。才过了1个月，郭明就跑来告诉我，郑书宇出事了，他接手的那个项目彻底黄了，跟我猜的一模一样。工程款一直拖着发不下来，底下工人的工钱开不出，当场就闹起来了。一开始这小子还挺快凑到了钱，又接着干了几天，结果直接被抓了。原来他挪用村里的公款买材料发工资，事情败露了。咱们这村子虽小天高皇帝远，他平时做点小买卖，村干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懒得多管。可感动村里的公款，这事儿就大了。听郭明说这事儿已经捅上去了，等着郑书宇的就是退钱蹲大牢。我冷笑一声，懒得评价。刚毕业的大学生心高气傲很正常。我刚上大学那会儿，也天天想着出人头地，可想出头就得踏实干活，而不是靠抢别人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。郑书宇不懂这个道理，满脑子想着抄近道，注定就是这个下场。以后大伙儿提起来，他也就是个饭桌上的笑话，笑完也就没人记得他了。我没把这事放心里，可不代表别人不当回事。没过2天，陈祥瑞就领着一帮村民堵在了我家门口。这孙子收起了之前的傲气，满脸堆笑，冲我点头哈腰。江毅，当兄弟的知道错了，我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。我们也是被姓郑的那孙子糊弄了，误会你了。现在我们认错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成不？身后那群叔伯赶紧跟着附和。是啊，江毅，伯伯可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对啊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李叔我还给你拿过烤红薯吃，现在叔伯们遭难了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陈祥瑞看我没搭理，凑上来半蹲着跟我套近乎。狗子，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，还有那回你回家晚了，差点被你爸打死，可是我冲出来把你护在身后的，你总不忍心看大伙没饭吃吧？你那工地人也不多，再塞我们几个进去，肯定没问题。我冷着脸抬起手，一把打断了他。祥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当初郑书宇收买你，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太了解陈祥瑞这号人了，他打心眼里看不上郑书宇，要不是拿了好处，他能帮着外人来咬我？14。陈祥瑞老脸一红，支支吾吾半天才憋出一个数，5000。我当场愣住，差点气笑了。真没想到，区5000块钱就能让他把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分卖个干净。陈祥瑞看我脸色不对，慌里慌张开始解释。江毅，这真不怪我，我当时也是手头紧，鬼迷心窍了才干出这种事。我冷笑一声，接着盘问，你急着用钱干嘛？他又磨叽了半天才承认是去打牌了。我脑子一转就明白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打牌，这是赌博。不知道他跟哪帮狐朋狗友混的，等我毕业回来才发现他3天2头往外跑，玩的还挺大。运气背的时候一晚上能输进去1万多，这他妈跟赌徒有什么区别？当初我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硬拽着他跟我去工地干活，想用干活堵死他打牌的时间，以为能帮他戒赌，结果呢？我无奈摇头，忍不住叹气，他这辈子算是烂透了。我连半点念想都没留，当场拒绝。想玩道德绑架逼我给饭碗，真当这是大团圆电视剧呢？我凭什么惯着你们？陈祥瑞看我不松口，当场就急眼了。江毅，你做事别太绝，不就是那点钱吗？你又不是拿不出，至于跟我们记仇记到现在吗？我死死盯着他，就像上次那样，一字一顿地砸在他脸上。至于陈祥瑞特别至于，尤其是你们眼红我家日子过得好，跑来砸我家厂子的时候，我肠子都悔青了，就不该把那2万块钱分给你们这帮白眼狼。我当时就该告上法庭，让你们站在被告席上，听着判决书狠狠抽你们的脸。道德绑架这套对老子没用，讲过去交情更犯不上。你们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，我还给你们留个屁的情面。那天把陈祥瑞这帮人轰走后，他们就再没敢露面。后来听说他们满世界找工地打零工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。我也懒得发善心，踏踏实实接自己的工程。眼看就过年了，杨家村的人大包小包拎着东西跑来我家拜年。这阵子干了2个大项目，大家都跟着发了一笔，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，就想着来给我送礼道谢。我干脆在镇上摆了几桌，请他们全村人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。酒席刚散，我们村有个人火急火燎跑了过来，一开口就震碎了我的3观。祥子死了。我一打听才知道，他年前接了个零活，干活仗着胆大不戴安全帽，安全绳也不系，
脚底下一打滑，直接从半空摔了下去。听说出事头天晚上还在牌桌上熬了个通宵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叹了口气。以前他跟着我干工地，那安全帽就跟长了刺一样，死活不愿意戴，非得我一顿臭骂，才骂骂咧咧扣在脑袋上。真没想到人就这么没了。他干的是黑工，没签合同，老板更不可能给他买保险。家里人去工地闹了好几回，1毛钱赔偿都没拿到。我在屋里干坐了一整夜，最后还是套上衣服决定去一趟。刚到他家院门，陈祥瑞的弟弟就冲了出来，死死瞪着我。你个白眼狼来干嘛？滚出去！谁让你来的？要不是你见死不救，我哥能摔死吗？陈老头吓了一跳，赶紧跑出来，死死捂住小儿子的嘴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江毅，你别跟小屁孩一般见识。叔知道这都是祥子命苦，自己没干好防护，怪不得别人。现在连个赔偿金都捞不着。哎，说到底还是没文化的亏。你说当年要是替你高考的是我家祥子，现在这好日子是不是就轮到他了？我盯着陈老头那张挂满怨气的脸，突然忍不住笑了。回想当年高考，我跟陈祥瑞被分到了2个考点，偏偏就在考试那天早晨，我的自行车被人把车胎全给扎爆了。陈祥瑞一副仗义样，二话不说骑车拉着我就往考场冲。临近考场，他还死拽着我的手。狗子，我为了送你，自己的考试是彻底赶不上了，你可得把我的份儿也考出来，别忘了我的大恩大德。我当时感动得快哭了。发毒誓这辈子就算砸锅卖铁也不能亏待他。可直到后来我才弄明白，扎爆我车胎的罪魁祸首就是陈祥瑞他自己。当时有村民亲眼看见他拿针扎胎，但没往深处想就走了。后来陈祥瑞满村子吹牛逼，说是他牺牲了自己才换来我的大学文凭。那村民这才回过味来，悄悄把真相告诉了我。我冷着脸把原本攥在手里准备当铂金的钞票重新塞回了包里，说当年我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也不瞎。我这些年一直憋着没说，是不想捅破窗户纸，毁了交情。我体谅他的自私，捏着鼻子认了，还拉着他一块发财。这不是因为你家陈祥瑞是个什么好鸟，纯粹是因为老子心善。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灵堂我就不进了，你替我给祥子插炷香吧。说完我半秒都没犹豫，扭头就走。这个破地方，老子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进一步。人得往前看，